那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呢应该说非常的有特点。那这个特点在哪儿呢？主要有3个啊，2个显性的，一个隐性的。那2个显性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画面呢非常的自然，大家看一下啊，它跟我们用那个 Flux 生成的那种图片的感觉呢，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它整个的视觉冲击力也是比较强的。我们从一个远景的画面，然后切到一个近景，大家看一下。所以说这个运镜的特点呢也是比较突出的。那么第3个就是我们看不到的一个，就是它采样的步数其实用的很少啊。那我们大概10几步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质量非常高的视频。好，那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去做呢？我们就逐一来说啊。首先我们先来说加速技术。加速技术呢，我们用的是 ACC Video。那这个技术呢，其实是一种加速的框架啊，或者说它是一种方法，它不是专指某一个模型。我们用这样一种框架或者这样的一种方法，可以用到任何一种视频生成的模型里边。那这个技术我们在之前给大家讲过啊，就是在会员里边。那我们今天重新去讲它，主要是因为它在 One 2.1 上呢，重新做了一个加速模型。那这个模型呢，同样是由我们的 K 神进行量化的。那大家看一下，在 K 神抱抱脸的这个模型列表里边，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这儿有我们的 ACC VID， 同样是针对14B 的这个模型的。rank 值呢是32，所以说它的模型大小大概是300多兆，因为这个 rank 值呢其实是决定了这个模型大小的，大家可以把它下载下来直接去使用。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最简单的使用方法。那我在 Running Hub 上呢，给大家构建了相应的工作流，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 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最简单的视频加速效果。那这个工作流呢，是一个非常传统的 One 2.1 的文生视频的工作流，所以说呢，我们加载的模型呢，大家看一下是14B 的 T2V 啊，那也就是一个文生视频的模型。那在这里边呢，由于我是一个原生的工作流啊，所以说我以 LoRa 的形式把这个 ACC VID， 也就是我们说的 ACC Video 给它加载进来。那我之所以采用14B 的模型，是因为这个 LoRa 是专门针对14B 进行训练的。大家注意啊，和这个 CosVID 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模型的强度呢，这儿一定要设成 1.0。而在 CosVID 里边，这儿建议的值呢，一般是在 0.5 到 0.8， 对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编码器啊，这是我们的 VAE。在模型上呢，其实我没有做太多的设置啊。首先呢，我用了一个 Sage Attention， 这个主要是为了加速和整个的注意力机制更加的集中。如果你没有安装 Sage Attention 的话呢，可以把它 bypass 掉，就这样就可以。如果你安装了的话，你可以把它打开啊，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那我这个提示词呢非常的长，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一个打着油纸伞的穿着旗袍的女孩走在江南的雨巷里边啊。然后呢是我们的采样，采样里边呢，我这儿没有用任何的效果强化和加速的节点，比方说我们的 Tcache 啊没有去用，因为呢本身就是一个加速了，我们再加速其实呢就有点过了，是吧？那另外的话呢，其他的一些功能呢我也没有去使用，那我们重点就看一下整体表现的效果。注意，我现在的分辨率呢是832×480，一个标准的16:9的横屏的分辨率。在这里边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步数啊，这个步数我采用的是10步 CFG， 这个值呢我们设成 1.0， 这个跟 CosVID 的要求是一样的。你把它提升的话呢，反而画面会糊掉。那我们来看生成的效果，非常的漂亮啊。当然呢，它可以用在任何基于One 2.1 的这个模型里边，但是呢，对于原生模型来讲呢，效果是最棒的。如果你换成其他的模型，比方说 MovieGen， 可能那个模型的质量会很高，但是用上这个 LoRa 呢，它的效果不见得是最好的。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用 MovieGen 之后的这个效果啊，大家看一下，明显没有原版的要好。你注意啊，这儿有一个问题是什么？这个 LoRa 应用的是 T2V 啊，就是它只能用在文生视频的模型里边。那有人说，我如果想用在图生视频里边怎么用呢？这个时候要借助我们的 VACE， 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啊，说 VACE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或者它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是将一个文生视频模型把它转化成一个图生视频模型。所以说呢，我们以一个功能来给大家讲，就是守帧伪帧的这个。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工作流。
我们先过一遍啊，这个叫配置项，就是我设定一些常量，这里边包括我们的宽、高和我们的帧长度。然后呢，数据处理的部分，这个很简单，我们会把我的图片进行一个 resize， 把它缩放到我们需要的这个分辨率。然后呢，其实就是我们最关键的这个节点了啊。第一个就是模型的加载，这里边呢我用的是WAN 2.1的 T2V 标准的文声视频的模型，然后我加载了2个辅助的项，第一个是我们的 VACE， 这个呢主要是为了保证在我们的传统的 T2V 模型上增加 VACE 的功能。第二个就是我增加了一个 LoRa， 这个 LoRa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Accelerate 的 VID， 也就是我们说的视频加速模型。我这儿同样用到了这个块交换技术，因为现在帧的长度设得很长啊，65帧，或者是有可能我们会设成81帧，所以说呢显存的占用是非常大的。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牺牲一部分采样时间来换取更小的显存的占用。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编码器，还有我们的 VE， 这个和传统的文声视频和图声视频是一样的。然后在这儿呢，我们会用到一个编码器是将我们的起始图片和结束的这个图片进行一个编码会得到一个 images 和这个 mask，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然后这个编码之后呢，会分别连接到我们这个 WAN Video VC Encode 里边的 Input Frames 就是说那个输入的帧。另外就是我们这个 input masks， 大家注意这个参照图片就 reference image 其实是我们这个首图，一般我们这样去设还有一种处理方法就是你可以把这2个做一个 batch， 然后直接连到这个参考图片也是可以的。下边呢是我们这个提示词的部分然后进到我们的采样，这儿呢我开了 CFG Zero Star， 然后上面我还开了 SLJ。 大家注意在整个的采样器设置里边，步数设成了15步，CFG 同样设成 1.0 Shift 值我这儿用的是 5.0， 当然5到8应该都是可以的，剩下的和我们传统的 WAN Video 是一样的。大家看一下我们生成的这个效果，这个出现了一个倒着走的情况，这个有的时候的确它容易出现倒着走，虽然我们在这个负向提示词里边把倒着走已经写进去了但是呢它依然出现了，是吧？这个没办法你只能抽卡来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再生成一次，大家看一下。我们重新采样了一遍这个依然是倒着走，对吧？那你可以采用其他的处理方法，比方说呢，我们把首帧尾帧呢稍微给它调一下。我们现在把这个变成尾帧，把这个变成首帧。那同样，这个 reference image 的话呢，我们也采用首帧的这种形式。那我们再来试一下看是不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大家看一下，这样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了所以说呢，你应该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是吧？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说这2张图片大家看一下，相似度很高，而且画面的构图人物的自然的这种感觉都是非常棒的。那这个是怎么来生成的呢？大家注意这个我们用到了谷歌的最新的模型，叫做 Imagen 4。大家都知道这个谷歌的模型呢，尤其是生图的模型一般呢我们把它叫做 Imagen 3或者 Imagen 4。那 Imagen 4呢是它最新的这个模型。那在前一阶段呢，谷歌发布了一系列的模型包括我们的 VOE 3是吧？还有我们的 Imagen 4。那这个东西一般是收费的下边我告诉你这个 Imagen 4最新的这个谷歌的文声图模型，它免费使用的方法，这个呢大家可以点开叫 Whisk。 这个 Whisk 最早其实呢是一个相关性场景生成的工具，就是你可以上传一个人物，上传一个场景，然后上传一个样式，它可以按照你的这种引导去生成图。但是我们今天用的呢并不是它这个功能我们用的是最新的这个模型。大家看一下，我们点开这个地方，这儿有一个模型你可以选，如果我们选择最佳质量叫 best quality，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底下写的是 Powered by Imagen 4这是最新的这个模型，不用付费，直接用就可以了。比方说呢，我们来粘一段提示词，就把我们刚才文声图的这个提示词的全部给它拿过来，然后粘到这儿它一次呢会生成2张图片，然后我们可以生成一下。我这个提示词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非常的详细，你来看一下生成的这2个图片相似度会比较高有人说人看上去不太一样，你可以接着生成你看一下，你注意同一侧的这2个呢，这个相似性会更高一些，而且呢又会有一些变化。
你可以不断的去生成你比方你看这个人物的人脸和这个人物的人脸就非常像，而这个和这个也非常像那关于人物的一致性，我们可以找到 N 多张保持的非常好的图片，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当成手尾针的这个素材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获取高质量的手尾针图片的一个方法，希望呢对大家有帮助。然后我们看最后一个工作流，最后这个工作流呢，其实呢还是这2张图片，但是我在尾针这儿呢稍微做了一下处理我用了一个 Auto Crop Face， 然后把这个 Scale Factor 就是放大的这个因子给它拉到底儿，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把这个脸给它切割出来，但是我切割的比例同样是16:9，所以说也是一个宽屏的，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 Resize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得到比较靠近脸的这样一张图片。那这样首针尾针呢，一个是远景的，一个是近景的，那经过我们这个加速采样这儿我用的是15步采样之后呢，你会发现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效果了，这样就比传统的手尾针生成视频的这种冲击力呢就会更强一些，大家呢也可以参照这种手法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